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教主 C 博。那么这一期视频呢，就来讲一下饰品的杂谈。最主要是下一次更新会出一个是专属，还有一个是100%返还嘛。所以希望这个视频能给大家一点思路吧，就是哪些是主流的，哪些是废物，这样你可以自己取舍。OK， 那么现在还是一样的大环境现在无非就是野战、集结和住房。那么野战环境相较于以前的话，其实说实话其实是代打更多了，对吧？是个人都有代打，都是操作怪，都会拉扯，这是实话。因此战撸就任何战撸的测试的结论其实都不能放到真实的野战，因为真实野战永远是人打的，对吧？是个人就不想亏。然后武将方面或者说机制方面，其实相比于以前怒气是更加缺的。第一个是图拉真威廉这个双火怒体系，现在这两个武将已经不怎么用了嘛，就是怒气 buff 其实已经等于没有了，这第一点。第二点是减怒气机制更多了，你比方说秦始皇吸怒气，对吧？夺取怒气，然后重击武将减怒气，对吧？重击天赋减怒气，就一来一回，其实相比于以前更加缺怒气了。所以现在如果还在说什么怒气溢出的人，基本上都是就装老师傅，在那边装老师傅，什么都不懂的。就真正怒气溢出的可能就10回合里面可能就2-3个回合吧。你比方说这个天赋触发的时候，对吧？这个触发的时候可能会溢出一下，或者说这是哪个啊？这个就你连击伤害造成连击伤害的时候，这回合加怒气，然后这回合大概率也是号角乱七八糟东西怒气很多的，这一回合可能会溢出。所以真正溢出的可能就10回合里面2-3个回合溢出，对吧？等于你70%-80%的时间是不溢出的，所以怒气是比以前更加稀缺的。所以我们可以引入第一个必备的手势号角啊，每个队列基本都需要，除了秦始皇嘛，除了秦始皇的主流野战队列，然后单挑的集结、驻防还有远程都需要号角，号角是无可替代的。当之无愧的，整个游戏绝对的核心手势，没有之一啊，没有之一。然后它这个优先级基本上高到，比方说你新手什么都没做，你可以先给每一支队列做一个号角，就你一个队列可以不要第二个手势，但是你每个队列都要号角。那号角就这样，然后再讲戒指吧。戒指其实蛮多人都有疑惑，到底要不要分解？野战的戒指是绝对的垃圾，放在当下这个环境，绝对的垃圾。就除了秦始皇，其他任何队列都是没有必要去戴戒指的，可以这样说。最主要还是像前面说的，代打横行，对吧？互相拉扯，你一拉一扯，其实其实你真实野战大多数时间是在行军的，而不是在真正打敌人，这就是现在野战的一个真实的现象吧。我比方说拉扯，对吧？比方说你移动1公里，你知道花多久啊？差不多5到7秒。你看骑兵多久？骑兵也要个5秒，对吧？那你真实野战如果拉扯，你可能就是比方说你这个木头是个人，你可能打他一下，然后往后拉，然后再打他，这样一来回其实已经花了个4-5秒了。因为比方说戒指触发了，但是你拉扯，你往后拉了，那你等于白强化了嘛，对吧？什么都没有提升到。所以越拉扯的环境，戒指越垃圾，就基本上你什么都强化不到。特别是你那种拉来拉去虚空拉扯的人，戒指是完全没有必要去做的。为什么说战鼓比戒指好呢？战鼓的优势是什么？战鼓的优势是，即便你往后拉了，对吧？只要你不脱战，它怒气一样加，你根本不亏。但如果你是戒指，你往后拉了，它触发了，那你就亏了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所以就光这一点，适合当下环境的绝对是战鼓大于戒指的。那戒指什么时候有用呢？要看组合。一个点是你输出要平滑。就比方说秦始皇他每回合都有自己那个6目标的 AOE， 对吧？秦始皇他就这个武将本身啊，不谈副将，这个武将本身是一个输出极其平滑的，因为它不像任何的常规主流队列是就 A 个7-8回合，然后放一个大，然后再 A 个7-8回合，他那个秦始皇的输出是相对平滑的，因为他每回合都在刮，差不多这个概念，所以它平滑的话就适合戒指，因为你戒指不管哪一回合出发都能强化到。然后呢，循环要快，就一个组合循环如果够快的话，
你戒指有效提升率就命中率就高了，就不容易强化到废物回合。什么叫废物回合？比方说霍去病亚瑟，对吧？没有摸奖的，霍去病亚瑟没有摸奖，他如果开大之前你戒指触发了，是不是白触发了？什么都没强化到，对吧？但如果你怒气够短，比方说还是秦始皇吧，秦始皇诸葛4回合一个大，那他戒指覆盖的概率就高了，对吧？所以纵览所有的野战武将，或者说所有的，其实只有秦始皇适合戒指，其他任何的野战主流队列都是清一色的，这个可以清一色。这一套都这一套，这2个战鼓呢，战鼓的话，一个战鼓基本没有体感区别，你要做的话至少做3个以上，像我的话就是4个，4股才能有小质变，它主要是互相扶持，战鼓就主打一个互相扶持，就你一个没用，要靠数量才能堆上来，因为它概率很低，然后是加自己跟附近2个，就你要做的话至少做3个，要不就不做，那这就是战鼓。还有哪个啊？这个永夜，永夜的话基本只适配秦始皇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秦始皇本身技伤加成很低，他这个武将是一个纯肉武将，就他只有坦度和机智。秦始皇他技伤是基本没有的，就他本身技伤是基本没有的。然后如果你是秦始皇诸葛吧，就比较主流嘛，秦始皇诸葛他其实你跟其他主流队列比的话，技伤就技能伤害加成很低。基本上只有诸葛亮的这个技能有个20，然后加上他天赋里面乱七八糟的，就秦始皇诸葛厉害是厉害，但是短板是技伤增益很低。就如果你跟什么霍去病那种比，跟什么诸葛海尔曼比，技伤增益很低，这是实话。因为秦始皇自己0加成嘛，对吧？没有增益，这是实话。所以这东西只适合他。再加上秦始皇的机制问题，他其实每回合都在造成击伤，所以这东西提升很大。对于秦始皇而言，其他队列的话就没有必要了。那可能有人会说，秦始皇如果不带号角或者战鼓，怒气会不会缺？那么我说句实在话，即便秦始皇在真实野战当中有那么1-2回合不放 AOE 了，在那边对单体放击伤，你也不会有所察觉，对这支武将整体表现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。然后还有哪个呢？这个东西属于未来可期，要利用它的点。其实更看组合，就是连击组合。如果你要利用好这个剑柄的话，一定要满足双连击、双摸奖的组合。当前的话是大卫和科托尔驻防和野战的亚瑟和科托尔吧。这个东西我预计是未来可期的。主要的点就是12代旗集结配合苏布台。我的预期肯定是一个双连击双摸奖的集结组合，等12代旗出来，所以这东西车头必备，骑兵车头必备，剑柄是骑兵车头必备。然后现有的其他组合都不适配这个东西，你比方说 AK 老姜不适配，因为 AK 老姜没有任何摸奖，它这个东西很容易断的。就剑柄的难点是续它那个 buff， 而不是说叠。因为连击武将很好叠的，但核心是续。就如果你没有摸奖的话，它基本上续不上的。比方说你单连击，阿提拉苏布台集结，用这个也没用，也续不上。所以它核心一定要双连击、双摸奖，就你频次够高才能把它续上，这是关键。所以这东西，如果你是骑兵车头的话，或者说你在为12代旗做准备，你可以做这个，可以先准备起来，但优先级目前不是很高。当然，如果你想玩大卫和科多尔，或者说亚瑟那个和科多尔的话，这东西也是要做的。就双连击双摸奖，能满足就做，满足不了就不做。我看这里吧，这里这个垃圾有一个分一个，这个垃圾有一个分一个，有一个分一个。这个东西容易被高估，因为远程里面其实杂七杂八的小摸奖也很多的。还有分段，所以远程的话，基本上一个是号角必备，然后这2个2选1的话，如果你有决心去4绝，那你就做个这个吧。没决心4绝，或者说想摆烂的人，随便戴个戒指就可以。远程啊，然后这个东西只能说提升也比较有限吧，就它其实不像这个东西对秦始皇诸葛提升那么大，
因为现有的这个重机组合其实本身增益蛮高的。你比方说孙武流车或者是白起流车或者孙武白起吧，因为它主要普攻提升和重机提升是一个城区的，所以它提升率没有太高。然后野战的话，其实对吧，还不如早开大。早开大的话一样的那个号角战鼓，这东西属于有可以用，但是如果你没做的话就不要做了。然后匕首有一个分一个，纯垃圾，好吧，纯垃圾。一个是现在武将其实体质都偏肉的，都有生命加成，对吧？比方说秦始皇有生命加成，然后孙武也很肉，骑兵也很肉，再加上水星科技里面都加生命的，对吧？其实生命的平均值是远高于以前武将组合的。那以前如果你不用匕首，现在其实更没有理由用匕首了，因为以前匕首削减率更高，对吧？当你生命值够低的时候，用匕首削减率高；当你高的时候，你再去削，其实意义不大了。就比方说，以前物价100块，你有一张15块的代金券，那你是打85折，但现在物价变150了，你这15块的代金券只能打9折了，对吧？就等于现在你说你以前85折不要现在9折，其实是不符合逻辑的。那么有人会说，匕首可以喝到连击那个连击4字的蝴蝶振翅，对匕首其实是有加强的，这点我当然知道。但是总结一句话就是说，实战当中花里胡哨不如早点开大。那至于放到集结里面呢，如果同样是双连击双摸奖的组合，匕首是肯定不如剑柄的。可能有人会说，如果刷 buff， 比方说如果刷 buff 你不带号角带匕首会怎么样？那么可以负责任的说，即便刷 buff 号角也一样的带，因为 buff 队列其实怒气窗口不是很饱满，并不会造成怒气溢出的效果。而且如果撇开连击集结，真正的步攻集结，匕首能不能叠起来也是个问题，所以带了其实意义也不大。这东西比较局限吧。被围的车头有必要做，然后进攻车头的话，现在版本我感觉也一般般吧，优先级不高，只能说优先级不高。这个东西纯垃圾，同一个城区的5大于3，还不如这个。就你有功夫做这个，还不如做这个。然后车头的话，基本上纯单挑，接着号角，纯单挑。然后如果被围了，驻防被围，你可以把号角换成反击书，就戒指反击书。然后骑兵车头就是号角加剑柄，未来可期啊，未来可期。现在的话一般般，现在仅适合那个大卫赫克托尔。然后骑兵其实号角一直叫必带的连击骑兵啊，因为连击他那个天赋其实很缺的，他蓝色天赋里面没有蓝色怒气的，他只有个这个，所以号角是必带的。所以总结一下的话，其实野战基本上很简单。秦始皇你可以借着永夜如果做不起就带个战鼓，然后其他队的基本上清一色的那个号角战鼓，清一色，基本清一色。然后车头的话，借着号角，骑兵车头可以做剑柄，反击书看情况，如果被围就做，就差不多现在这个野战选择吧。其实选择很少了，已经很统一了。OK， 那国际服这边的话，会在3月23、3月24吧，3月24刷新的时候，这个倒计时会结束。那么到时候我会直播看看这个 2.0 有没有准时上线。如果上线的话，这边会把我的工兵全部转掉。大家如果到时候有时间的话，可以过来瞄一眼。那行吧，这期视频就到这边，感谢我的观看，拜拜。点赞加关注，感谢您的支持。